本集就是 iPhone 12以及 iPhone 12 Pro 双机短评测，专注在重点对比实测，究竟有什么不同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这集是重点对比实测，而邦尼的完整深度评测也将在近期推出。当然，我们最后也会聊到选购建议，那就先来看实测吧。我们一样先从盒装看起，重点大家都知道了，苹果全系列盒装都取消了充电器跟耳机，也打破邦尼去年说未来5年都是祖传18瓦的预测。这边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周边选择，如果你要在苹果官网购买充电器，你会看到5瓦、12瓦跟新的20瓦都是590元，所以当然就是直接选20瓦，也能搭配上这次盒装随附的 Type-C to Lightning 线材。而在保护壳选择上，邦尼这次帮大家实测的是 Devil Case 恶魔防摔壳2代。这次主要的升级落在提升整体结构强度跟手感，一样有 MIL STD 810H 军规认证，边框采用摸起来非常舒服的类肤处理，触感细腻，也不容易手滑，而且触感真的蛮疗愈的。重点是采用安全无毒的食品级矽胶，几乎各种颜色都有，采用新一代的抗污处理，即使是浅色系也比较不怕脏。另一个部分则是金属按键，手感好按且扎实，背盖则是采用强化玻璃背板，表面更滑顺，也比较不容易刮伤。刚才帮你提到的边框、按键、背板都是模组化设计，可以自由搭配替换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Devil Case 官网手机试衣间试试看咯。回到选择上，这次帮你选择的2个颜色都是蓝色。没错，这次不论是哪个蓝，讨论度都很高。先说 iPhone 12 Pro， 邦尼真心认为这次苹果的蓝色调得真的很好看，在机身上来回运用了亮面、雾面以及高亮金属3种主要元素。雾面同样不容易沾指纹，跟上代一样是比较粗一些的雾面处理，搭配上这次质感真的非常不错的平直不锈钢边框，整体机身设计相当利落。不过这个利落的平直切边几乎可以说是2面刃，虽然在颜值上真的觉得很不错，但在手感上也真的平直没有这么好了。喜欢裸机的朋友应该会比较有感，其他用户可能建议套个保护壳，在手感上会好上许多。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12及12 Pro 机身尺寸基本一致，但在重量上12 Pro 187克，12 162克，而 iPhone 12基本采用一致的设计，主要差异是边框从亮面不锈钢换成了雾面的铝合金。另外讨论度很高的 iPhone 12蓝色，的确在成色上跟官网稍有差异，颜色也比较单一，底部2颗的银色螺丝跟亮银色的 Apple Logo 在过渡上确实比较硬一些，但邦尼自己是觉得实际看起来中规中矩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家都知道这次苹果在 iPhone 12系列上都采用了跟康宁合作的新一代超瓷金盾覆盖在荧幕上，因为材质特性比较不适合进行弧度切边，所以全系列都改回了平面荧幕设计。但邦尼认为比较有感的改变是表面的滑顺程度，应该是超瓷金盾的材质特性，这次在出厂时的荧幕涂层似乎没有过往这么滑顺，也比较容易沾染指纹，在意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。这次同样是采用 Face ID， 短期可能还是要手动输入密码一阵子了。接着说到镜头，还是这次最大的看点， iPhone 12 Pro 搭载3镜头模组，分别是左上角第一颗 f1.6 1200万画素 26mm 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的主镜头，右边第2颗是 f2.4 1200万画素 13mm 120度超广角镜头，以及左下角 f2.0 1200万画素 52mm 2倍光学望远镜头，一样有 OIS， 右下角则是 LiDAR 光学雷达扫描仪。不过光学变焦究竟是几倍，还是有很多人在问，所以邦尼再说一次，苹果官网标示的4倍光学变焦是变焦范围，这个范围就是从主镜头到超广角可以向下缩小2倍，而主镜头到2倍望远就是放大2倍，所以从 0.5 倍的超广角开始到2倍的长焦，总共有4倍的光学变焦范围，所以究竟是几倍呢？实际上就是2倍光学变焦。以下帮你提供简单的实拍样张。这边帮你先提供一组12系列跟11 Pro 的对比，接着看到跟今年其他机种的对比。
这次大家最期待的应该还是夜景，因为这次除了主镜头能够开启夜景，超广角也终于加入了。究竟能不能翻转？到了夜间 ，iPhone 11系列就少了一颗镜头的状况，后续邦尼也会带来测试。使用上一样是只要检测到低光源环境，相机就会自动打开夜间模式。而稍早提到的 LiDAR， 除了在空间定位上有准确跟更快的表现外，也能辅助夜间对焦性能。废话不多说，先来看样张。我们再看一段 4K 30fps 之下的录影测试。邦尼之后也会带来更完整的相机测试对比解说，请锁定后续的深度评测。最后，我们来看影音娱乐，真的是终于啊 ！iPhone 12的萤幕终于迎来了大升级。上代的 iPhone 11系列，大家最纠结的还是那块 LCD 萤幕，而这次 iPhone 12全系列都采用 Super Retina XDR OLED 显示器。iPhone 12跟12 Pro 萤幕都是 6.1 寸，同样支援 HDR， 包含 Dolby Vision、HDR10 以及 HLG。但还是不得不提，这次最可惜的地方，真的还是全系列都没有120赫兹的高更新率。虽然受益于苹果在系统动画上的最佳化 ，iOS 14在动画上依旧流畅，可是不论如何，120赫兹在滑动浏览所带来的流畅还是明显可见。滑动阻力也可以进一步解放，这块也是透过软体最佳化比较难解的一块。同时，苹果加入120赫兹，也可以进一步带动高更新率的相关内容。那为什么最后的 iPhone 12全系列都没有120赫兹呢？目前的消息大多都指向硬体供货的问题，所以代表苹果已经有在评估努力了，希望下一代可以跟120赫兹 ProMotion 的 iPhone 见面。解析度来到2532×1770，像素密度达到460 ppi。那两者最大的差别会在哪里呢？就是亮度。iPhone 12支援最高625尼特的标准峰值亮度，以及1200尼特的 HDR 峰值亮度，而 iPhone 12 Pro 则是800尼特的标准峰值亮度，一样1200尼特的 HDR 峰值亮度，但在一般状况下差异有限。以下帮你也提供 iPhone 12及 iPhone 12 Pro 的萤幕对比。好，先到这里，后续邦尼也会在完整评测解析这次的萤幕表现。顺带一提，目前最新更新传出 iPhone 12系列采用的是 Qualcomm Snapdragon X55的 5G 通讯晶片，应该有望改善 iPhone 近几代的通讯问题。大家的热点问题终于有望解决了。邦尼后续也会在体验后带来效能、续航及快充的相关解析。最后，邦尼也来聊聊这次的选购建议。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今年硬体差异比较有限，大家可以朝向外观以及是否需要2倍望远的拍照去选择。如果有需要拍黑板、拍会议记录或是人像的需求，2倍望远还是蛮实用的。此外，就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，Pro 有了 LiDAR 的辅助，在对焦上也会来得更稳。但如果真的在意拍照，邦尼会推荐再等等12 Pro Max， 因为今年的相机硬体升级都是落在 Pro Max 上面。不过可以在意的重点是，iPhone 12今年涨价 ，iPhone 12 Pro 今年降价，一来一往间，其实差距就拉小了。容量怎么选？都已经2020年了，真的建议从128GB 起步。而 5G 的问题，邦尼还是那句话，目前 5G 在旗舰机上就是附加功能，提供你未来几年有更弹性的使用选择，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影响项。简单来说，邦尼认为今年的 iPhone 12升级幅度够大，但售价也高了一些。12 Pro 虽然降价，但升级幅度比较有限，也造成今年2只机种比较接近一些，不像是去年的 iPhone 11在定位上相当鲜明。
很多在意萤幕的玩家 ，iPhone 11基本上就不在考虑范围内。但真的蛮高兴看到 iPhone 12也有一块不错的萤幕。不过 Pro 系列没有120Hz真的可惜，也是邦尼认为12 Pro 最容易犹豫的地方。如果今年有120Hz这个重要的音响项，即使不降价，其实在11跟11 Pro 上，那个针对专业用户跟一般使用者区分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。但不论如何，我们知道苹果已经在努力中，或许下一代真的有机会见面。顺带一提 ，iPhone 12 mini、12 Pro Max， 邦尼后续也会带来相关内容，欢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查看邦尼持续更新的 iPhone 12系列最新影片。好啦，先说到这里，别忘了立即订阅邦尼，并开启小铃铛。iPhone 12全系列深度评测即将陆续上线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